中美的韩国峰会结束了，老习和老川都宣布自己赢了，你信吗？而作为交易筹码、利益受损的一方，却只能选择隐忍。我们分明能听到他们无声的愤怒。这生死存亡的大事啊，最终还得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0号，开始今天的热点追踪。川西会结束了，本来是计划4个小时啊，100分钟散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双方都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很多主播啊都在讲解那些细则，我们来抓一下总。实际上双方都有一个核心的诉求，中方嘛，那就是关税和芯片，关税降下来，芯片卖给我。至于说 TikTok 啊，什么芬太尼呀，那都是点缀。那老川这次干嘛去了？那就是稀土你得给我供上，然后呢，大豆你要给我份合同。你看双方啊谈了100多分钟，既然已经满足了要求，那就散场了呀。接下来啊没啥好聊的，再聊就有可能要闹掰，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啊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。那你就想啊，既然双方啊都宣布胜利了，而且有人讲是老川赢麻了，亚太之行赢麻了，但他牺牲掉的代价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实际上中共这次他也牺牲了很多代价，一会儿我们详细聊。我们想说，如果你是赖清德，你是一个台湾同胞，你可能就要当心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台湾在这次确实是一个交易的筹码，而且利益受到了实际的损失。当然了，这种事儿即使谈了，也不会写在双方的新闻稿里。有人讲啊，你有啥证据啊？证据啊就在新闻媒体里。因为从今年的7月份啊，赖清德要过境美国啊，访问中南美洲，叫停了呀。按照以前的惯例都是放行的，虽然说没有双方的外交关系啊，我说的是大使级外交关系，但是作为台湾领导人过境见地方官员啊，一直是个惯例。而这次啊叫停了，那你说台湾的外交利益有没有受损？第二，实实在在的损失啊才是最危险的。因为川普在第2个任期一开始啊，他居然说台湾应该把这个国防预算提高到10%，GDP 10%。你告诉我，除了俄罗斯现在之外，有哪个国家的军费能够提高到10%？他呢，当然一部分是为了台湾的安全，但更重要的是做生意卖军火，这是第一步。但是啊，到了下半年，自从老习把这个台湾的军购和稀土一挂上钩，老川的心思啊就变了，因为他咔的一声就拒绝再次军事销售给台湾。在这儿我必须跟你说一下，在老川的第1任期，他一共卖了183亿美金的武器，够大方吧？因为啊，他要求台湾啊，你要增加自己的防卫，你要买我的东西，台湾满足他了呀。但是啊，这些单子它的交付期是3年、5年，有的是长达10年。现在已经是他的第2个任期了，2017年批准的 F-16V， 现在啊也没有完全交付，现在还欠着账呢。第二，现在呢他要开始这个卖武器啊，直接停下来了。所以啊，台湾失去的是2个利益，一个是外交利益，一个是军事防卫力量的利益。那你说台湾有没有当成交易筹码呢？这次啊，双方一定是谈了，因为中共希望川普明确反对台湾独立，这句话
以前总统没人说过，都说我们要维持现状，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，然后呢不支持这个台湾独立，那他叫不支持，没说反对啊，这两个还差一个格呢。但这次老川显然没有答应，但是他在有些方面是做了让步的，就是在未来的一年，2026年可是中期选举啊，我相信他不会再批准新的军售了，因为老习仍然拿捏着他的稀土和美国农民的大豆。你看台军，你接下来这一年就没啥新武器了。老川上一个任期清单里的武器啊，你恐怕也要再次延期。至于什么时候交付啊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那你要问，作为双方两个国家签了合同，为什么不能如期交付？你首先这个 F-16V 啊，本来是2025年底和2026年上半年就交付的，为啥交付不了啊？这个就叫做政治风险不可抗力，这种事儿啊，你还没法到 WTO 打官司去，这个大家明白了吗？这个就是政府领导人轮换的政策风险。那老习这次啊，其实得到2个大的筹码，而且呢，这对台湾不利。其中第一个筹码呢，那就是芯片。大家知道啊，在会谈之前啊，老川一直对外放话说，我们不会再给中国芯片了，要卖给他那种阉割版。但老中也说了，我们不要你那个破玩意儿啊，这个东西不先进啊，也不环保，我们要你最高端的那芯片。后来啊，在这次见面以前，双方应该经过了勾兑。黄仁勋在见面前啊，也和川普见面了。我想他们背后达成的协议，包括这次新闻稿里应该是提供什么呀？是减配版的芯片。但这个减配呀，能减到什么程度？那老百姓你就不知道了。有人讲，它可能是减性能在80%，但是价钱呢，它也下来了。另外，作为军火呀，你放2块芯片，你不就超过原来的1块芯片吗？虽然说中共说我们要最高的芯片啊，是为了民生，但你信吗？中共把最高级的芯片拿过来啊，它首先是用在军事用途的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它会开发出更多的高精尖的导弹，因为如果你的芯片算力够，它就能够做到更加的贴地飞行、贴海面飞行，更不容易被发觉，更加的机动化。它算力就能够加持更多的地形匹配系统，打击无论是总统府啊、指挥中心啊、国防部啊，更加的精准。这就是高算力芯片为导弹进行的赋能，它更聪明了，更智能了，也更精准了。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拿着高算力芯片去研发什么民生设施去，他并不在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，用芯片来提高，他更关注的是导弹的性能如何能够提高。好，刚才我们讲到的军援断了，又给了这个中方的高算力芯片，那你觉得老习能算赢吗？他当然算赢了。在这儿我想提我个人的3个思考啊，和大家共同来进行探讨。第一个事儿说，接下来的2、3年，老习有没有可能武力攻占台湾？我感觉呢，大概率是有的。原因一会儿我告诉你啊。尽管很多人说现在啊，解放军经过高层清洗，战斗力大不如前，实际上你不清楚，中国的军队越清洗啊，它纯度越高，服从性越高，并不是战斗力的问题。对于中方打这个台湾不需要太多的战斗力，它只需要服从和人海战术，不停的往那儿发导弹，这目标它就可以完成。那另外呢，有人说，你讲的不对啊，这次老川并没有卖台湾，他呢特地让国务卿提出来说，我们的6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，这个就应了中国史记那句话，叫做口惠而实不至。
口头上他承认你，他甚至拍着胸脯说：兄弟，不用怕，只要有我在啊，老中就不敢动手。但问题是，他说的这些口头承诺，你信吗？他还说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的，现在多少个24小时了？结束了吗？他还说我要一见了这个阿拉斯加，见了这个普京，他就得签协议。最终的结果见完了以后，协议是建立在你割地损害主权的情况下。所以说老川有时候说法啊，你可能要打个3折才行，这还是乐观的估计。所以赖清德也好，是台湾的政要啊，你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，可能最终还得靠个人的实力。那我们说他为啥要这个心心念念的武统台湾呢？是有一个时间窗口。你要换其他的总统啊，美国的以前总统，因为与台湾关系法是刚性的法律，还有6项保证，如果中方武力犯台，他一定会结束，尽管口头的不说，实际执行是有预案的。但是到了老川这儿，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。作为一个交易型的总统，你呢可能就要做2手准备。正是因为老习看透了他这一点，这就是未来在他的任期3年半里啊，大概率会出手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假设老川下去了，新上来的人如果又恢复原来的，这个窗口不就关闭了吗？所以说啊，大概率是基于这个分析。那第二个原因是，有很多人就问，这老中为啥一定，或者说老共一定要武统台湾呢？因为你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呀。因为有3个原因。首先，台湾是个宝岛，有资产、外汇储备，也有人才、有土地，他当然拿过来，这是个宝贝呀。第二啊，共产党他维护自己的合法性，一直讲的是民族复兴。如果一个分裂的中国，你咋能叫复兴呢？有脸讲吗？第3个，我认为这可能是它的核心。这个就像普京不能允许乌克兰同宗同族，然后呢，你们加入了欧盟之外啊，经济蓬勃发展，而俄罗斯没有发展，它是输不起的，所以一定得把台湾摁住。你到我这儿来跟我一样，你看中国人就讲，天下所有的事儿啊，他都可以夸上中国特色。好事儿，对官方有利的事儿，他就国际接轨，对吧？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儿呢，他就说中国特色了。你如果有台湾这个镜子照着，台湾同胞可以享受的民主，为啥大陆不可以啊？他必须得摁过来啊！这是武统的最根本的动力。你要是中共总书记啊，你也可能这么干。好，第3个，最重要的是，既然台湾能够认清这个现实，它如何自保呢？我个人呢有4个，你不能叫建议啊，想法啊，纯粹探讨。第一个呀，军售应该是多元的，不能光指望美国一方，因为美国的总统他来回跷跷板换，你哪知道换上一个交易性总统呢？这个武器啊，日本、韩国、德国啊，多元会更安全一些。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接下来要自主研发，一定要自主研发。第3个也非常重要，就是经济更多的嵌入全球化。虽然说老川说，你把你的芯片全弄到我这儿来，因为你在台湾不安全，他都明摆着要告诉你要放弃你了，你还把这个工厂、芯片工厂迁到那个美国去，你自己不得留点吗？你留点，全世界离不开你的芯片的时候，他就得给向中共施压，你别断了我们的供应链。第4个啊，那就是舆论上，因为现在很多网红都跑到大陆去，天天讲大陆多好，问题是你让他真在那生活几年看看，让他到那农村山区看看，他们看到的未必是真正的中国。为什么台湾岛内很多民众对统一充满了一些向往呢？
这个就是舆论战的问题。有人可能就给大卫扣帽子，你是不是支持台独啊？我明确告诉你，我不支持台独啊，我只是告诉我的观点。因为你不要带入的中共总书记，你毕竟你不是，你要从台湾民众福祉考虑呢。如果有一天要统一或者是维持现状，你必须是先进统一落后，民主统一了专制，而不应该反过来。如果说专制统一了民主，那接下来大家都会过苦日子。道理啊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实际操作以来呢，至少中国大陆应该完成民主化转型，你不再作为专制政权了，大家民众手里有选票了，民选了以后，双方竞争，互相这个不设限的来往。台湾人看看大陆民主化后值不值得你统一啊？对吧？大陆也看看台湾，你是否也跟他共同过日子呀？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几十年，甚至是更长时间。当最后发现我们两方民主体制啊做成一个国家可能会更有利，那时候公投嘛，如果大家都公投，那你就那是叫水到渠成，而不应该用五步超啊，用枪顶着，那只能是专制。好吧，我的观点我相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当然了，在网络上他们是惯于扣帽子的啊，大卫这频道也不缺这些大帽子。首先我是讲啊，我不支持台独，我也不支持现在动武，最好现在维持现状。后来啊，子孙后代他们同样民主了以后，自己研究，自己公投吧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过会儿呢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环球要闻5件事，欢迎收看哈。再次感谢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一会儿见。